所有你以为的新事物，或许只是被遗忘的过去，人类或许一直在退化。别以为这只是耸人听闻的臆想，早在15年前就有一部纪录片专门对此进行了探讨。这是一个由科学家们推断出来的阴谋，我们到底被隐瞒了什么？新来的朋友们点个关注，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2008年，一部名叫《猎户座的阴谋》的纪录片在法国小规模的上映。它的名称虽然是纪录片，但本质跟纪录片还是有点区别。整个影片都是以幻灯片的形式，一张张的展开从古至今所有的阴谋论，并将所有的阴谋论都给囊括在一个更为宏观的阴谋论之下。有人曾说，看完这部影片之后，这才意识到，仿佛自己从来没有认清楚过这个世界，其中所涉及的什么空心地球、反重力世界、海底文明等内容，单拎一个出来都能让人讨论个天昏地暗。偏偏这纪录片还将所有的传说都给汇总到了一起，再加上导演剪辑了众多似真似假的影片资料，以至于所有人都下意识地以为这就是最真实的纪录片。影片最开始就是一段经典的旁白，唯一崭新的事情其实就是那些被遗忘的事情。紧接着画面里就出来了3个大人物，字幕标注的是总理、国防部长和行政事务长，但是导演并没有标注哪个国家的，光是看脸一时半会儿也是猜不出的。紧随其后的是一个名叫范斯瓦古梭的演讲者，他自称自己是一个神秘组织的负责人，具体名称未知。还别说，历史上还真有这号人物。瓦古梭大概是生活在希特勒时期的德国科学家，专门研究各类奇异现象，在那个特殊年代还研制出了几台超越人类认知的飞行器，据说目前就藏在南极的地底下。事实上，在影片中，瓦古梭也是从希特勒时期开始说起的。他向3个大人物说道，整个现代世界的历史其实得从希特勒说起。原因很简单，希特勒打破了早期人类与某种生物的约定，将某种原本不属于人类的知识分享给了一些人类社团，比如说古代遗产学会。结果呢，这些社团就靠着这些知识去发现、去挖掘，还真有所收获。譬如在阿富汗发现的飞行器，又或是后来苏联在挖地下水的时候发现的原子核爆现象。在深至1000米的土壤之中，人们发现了原子玻璃化的现象。这些新东西的发现简直是打开了人类认知世界的大门，于是没人想关上这扇门。沿着这些线索，各个国家的高层，包括希特勒在内，又发现了新的理论，4个月亮。大概意思是，伴随着4个月亮与地球互动的4个周期，地球生物经历了4次大灭绝时代，每一次互动都会导致1个月亮的陨落，而每一个月亮的陨落都会带来地球生物的大灭绝。按照这个说法，目前仅有的1个月亮很有可能也会在某一天陨落，而这一次的陨落毫无疑问意味的是人类的灭绝。在前面的3大文明中，瓦古梭尤其提到了猎户座文明。你有没有想过，人类文明可能是在退化？希特勒为什么要极力寻找远古文明？人类到底在往前走还是在往后走？这些问题我们或许能在猎户座的阴谋中找到答案。你以为金字塔只有埃及才有，事实并非如此。猎户座的阴谋这部纪录片提到，在北纬30度附近有大量的金字塔存在，这些金字塔不但外观相似，而且还都在磁场强大的地方伫立着。瓦古梭分析到，这些金字塔都是来自猎户座的文明搞的鬼。既然有这么多个金字塔，为什么现代人都瞧不见了呢？瓦古梭解释道，那是因为在上个月亮陨落的时候，地球与月亮之间的引力发生了变化，导致这些金字塔都大量的沉入了海底。再加上这些金字塔多建于12000多年前，地球在这万年之间的发展也是非常惊人的，因而根本很难找到它们存在的痕迹。紧接着，瓦古梭指出，在目前地球所有的文明之中，人类文明是最弱的存在。正是基于此，希特勒专注发现远古历史，集中力量发展空中事理。在其中就有一个名叫维克托的科学家，他致力于研究反重力学，从远古文明中发现了巨大能量，并且秘密地造出了第1艘飞碟。2战结束后，维克托跑到了美国德州生活，并受到了当地政府的资助，继续进行研究。于是，维克托发明出来的飞碟自然也交由了当地政府。官方进行改造之后，飞碟大量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以至于出现了 UFO 的说法。换言之，瓦古梭这是在暗示，其实以往人们所见到的 UFO 大部分很有可能就
就不是外星人的产物，而是维克托的发明。事实上，二战结束后，美国接收了纳粹大部分的遗产，并沿着先前的线索继续研究下去。稍微有名的莫过于由爱因斯坦等科学家参与的费城实验。在这场实验中，科学家意外地隔空传送了埃尔德里奇号。当时这些现场的照片是被官方封锁了。而后，一名飞行员意外在离奇死去的吉索普博士家中发现了这些照片，并且公开出来。公开虽然公开了，但官方也有自己的做法，借助传媒的力量，让大众相信这些东西都是被剪辑过的，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于是，在接连不断的洗脑下，人们开始坚信这些东西就是外星来物。可实际上，大多数的异常物体其实就在人类世界的某个组织当中。UFO 真的是外星人造的吗？一位科学家爆料，美国可能在史前遗迹中找到了造 UFO 的线索，并开启了一项神秘计划。救世主和灭世魔鬼或许是同一个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1965年9月，一份卫星报告在美横空出世。根据报告显示，在阿根廷南部的岛屿上有史前造物的遗迹。这一消息也为苏联得知，他们屡次前往试图破坏这一遗迹，但都被美国给阻止了。之后，这一遗迹就被美国原封不动地搬到了51区的秘密基地进行研究，并在基地附近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试飞。瓦古索介绍到，正是有了这史前遗迹的帮助，美国才造出了各种形状的 UFO， 这还只是个开端。接着这些史前发现，美国又开启了新一轮计划 HAARP 计划。这个计划其实就是专门开发激发的计划，但它的恐怖程度却让人不敢想象。目前官方对外的说法是，这一计划只在阿拉斯加进行电离层研究，绝对不牵涉人类生活的区域。可事实上，这些设备的潜能是无穷的，它的威力大到足以操控地球上任何已知的气候变化，包括自然灾害，像龙卷风、地震、火山这种，也是可以被这些设备给调控的。甚至这一计划还能远程的、无声的摧毁任何一个他想要摧毁的目标。以上所描述的还不是最恐怖的，最恐怖的还在于这些能量还能操控人。倘若人受到能量的干扰，那么就会像被植入了芯片一般，只听他的指令。好家伙，感情现代的科幻电影还是落后了点。届时，第3次世界大战就会被发起，而掌握了这些能量的国家就会放飞行器出马，进行无差别的杀人行动。行动开始之后，官方又会向大众宣称这是外星人发起的进攻。于是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领导者来联合地球上的所有国度对抗外来侵略。这一领导者是谁呢？瓦古索认为，就是自导自演一切的美国。老美会以领导者的身份宣告世界，这一切就是来自猎户座的文明搞的鬼，现在被自己发现了，因此他就有必要带领世界去对抗外来的侵略者。当然，在这一联合的过程中，肯定有许多国家因为各种原因不和，那么领导者老美就会直接采取武力措施，解决掉这些不服从安排的国家。瓦古索指出，这就是老美的最终目的，发起战争，让人类数量减少，然后又让自己成为领导者，去对抗所谓的侵略者。实际上，压根儿就不存在什么侵略者，最大的阴谋就是让剩下的人类永久的受他的奴役，还要以为自己是在被他保护。不得不说，瓦古索的一些分析还是非常到位的，其中的资料也是很贴近现实，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说的就一定是真的。不管是纪录片本身还是瓦古索的说法，他们的可信度还是有待考察的。原因很简单，瓦古索说的许多东西都属于国家最高机密，人们无法查证，也无从查证。世界是属于全人类的，而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和独立发展的能力，就是我们手中最有力的武器。看到这里，您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